想要番茄快点从青变红啊，我们只要用2个手段就可以，软硬手法都要同时使用上。首先呢，我们要清楚知道所栽种下去的这些番茄它们的品种啊，它们是确定型呢还是无限生长型。确定型呢，它的结果期呢它是会比较集中的，所以果实的成熟度呢也会比较集中。那无限生长型我们知道它是爬藤类的，一直常栽常有，只要天气允许啊，你那里足够的温度的话呢，它就可以一直生长。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无限型的它可以生长到3米都一直采收啊。那确定型和无限生长型，它们是与所收获的果实是属于小的樱桃番茄还是大的那种番茄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小的樱桃番茄催熟的动作可以在霜冻期前4周才开始，大型的番茄啊，说的是你收获这个番茄它形状是大的，它整个催熟的动作可以在霜冻期前6个星期就要开始做。那如果这个植株生长过高了，或者是矮生型的确定型的番茄生长过密了，那可能就要往前1周来进行这个催熟的动作了。那在爱蒙顿这一边呢，我们的第一次霜冻期呢会在9月中哈，因此8月中呢，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来给番茄做催熟的动作。同时呢，我们要了解我们收获的这些番茄，它成熟之后是呈现青色的、黄色的、紫色的还是红色的。把它搞清楚之后呢，就不会引起误会啊。可能本来就是收青番茄的，但是我们以为它是要变红的，那就搞了一个大乌龙，就不好了。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给我们的番茄做催熟的动作。首先呢，是软的手段，就是给它点甜头吃啊。要知道番茄植株在成熟期，它所需求的温度会在20到25度。那我们就要给它这个温度。如果是过于炎热，特别是在3伏天内，阳光过于强烈的话，一定要给它做遮阴的动作。在8月末伏之后啊，就要很注意它的温度。像爱蒙顿这边，很多时候白天呢就会突然下降到15、16、7、8度，这个时候一定要给它做保温的动作。我们可以覆盖上一些薄膜啊。另外，它需要阳光来做催熟的动作。因此呢，如果像小 K 之前在番茄周边有一些爬藤的鱼翅瓜，挡住这些番茄果实，让它照射不到阳光的话呢，就要把这个鱼翅瓜的藤蔓给移开，叶片给修剪走一点点，让这个番茄可以接受到足够的阳光。接着我们就要手动为这个植株减少竞争对手。我们从植株的底部开始看，第一束果实底下的所有的叶片全部给它修剪掉，可以增加通风，同时也可以减少病虫害。接着每一个枝条我们都往上慢慢的看，多余的小侧枝、侧芽全部摘除掉。刚刚开始开花，这些小花就把它摘除掉。开花授果了，但是这个果实还非常幼小，把它摘除掉。特别是在大型的番茄上面，因为大型的番茄它催熟的时间需要很长的。接着一直往上看，找到它的尖，我们把尖给掐掉。最后我们来挑选叶片来修剪。通常小 K 不会一次性把所有的叶片给修剪掉，一次性过多的修剪，植株容易有压力，同时呢，因为伤口过多，那一不小心呢，就很容易感染到病菌。因此呢，番茄植株叶片的修剪呢，会在移栽过后45天，慢慢的、逐步的来做。现在呢，进入催熟期，叶片的作用呢不多了。像无限生长型呢，我们通常只会留一个主干，那我们就在那个主干上面留10来片的叶片就好。确定型呢分叉很多，那我们在每一个枝条上面留3到5片叶片也可以了。那整个植株下来就有很多个叶片，那已经足够植株进行光合作用。以上的操作过后，番茄就会乖乖的从绿色变成红啊、黄啊、紫的。成熟度足够并且变颜色的番茄，我们都要尽快采收啊，这样子也可以帮助其他的番茄可以快速的变色。那小 K 通常会留一个在那里，就像平常呢，我们会用香蕉或者苹果来做催熟的动作，因为它们会释放一个气体叫做乙烯啊。成熟的番茄上面呢，它也会释放这种气体，它就会影响跟它同植株的这些番茄更快的变颜色。但我们还是要给它们硬手段。在番茄植株的成熟期，我们要给它施足够的压力，让植株本身在抗压的情况下，会加速让植株快点成熟，因为它要繁衍下一代啊。
我们可以透过不给它肥料、少给它水，并且打扰它的根部来进行施压的动作。当肥料和水给不够到植株的时候呢，它会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现有的这一些果实上面，让它们赶紧的变大再变红。还是同样一句话，它要繁衍下一代嘛。打扰根部的动作，我们可以拿个铲子啊，就在植株的30厘米周边根部里面，我们把它切断，让这个根部呢缩短了，它水肥吸收少了嘛，几乎用剩下的精力和养分呢去催熟现有的这些果实上面，那我们就能快速的收获成熟变红的番茄了。给番茄植株施压这3个操作有一个点要注意，就是这个植株本身是健康的。如果番茄在结果期我们有看到它有缺钙的情况，就是它有番茄祈福病的话，那我们就不能缺肥和缺水了，也不能打扰人家的根部了，因为它其实养分已经不够了。那这些植株呢，我们只能给它们用软手段，不能给它用硬手段啊。施加压力呢，它可能每一颗果实都给我们长番茄祈福病，最后呢，这个植株可能就废掉了。那今年的气候呢，确实有一些异常，对于种植区域像埃蒙顿或者卡尔加里这些菜友们呢，我们很多植株呢都没能够很好的生长，特别是在6月份还下了一场雪，然后有好几场的冰雹。那能留到今天的这些番茄植株呢，我们都视为珍宝啊。如果能够让它们在霜冻期前全部都变红，然后收获回家，当然是最好。如果不能呢，我们也可以在室内进行催熟的动作。那这个话题我们可以留在以后再来分享。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在这里，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